这才是荒野建造的天花板。别人都是自带工具搞开发，而他却把野外当成了家。不仅徒手打造了各种铁器，而且没用到半颗钉子，就成功搭建了一栋榫卯结构的小屋。老马因为给村花包香肠被媳妇逮到，情急之下连鞋都没穿就跑了出来。但这对老马来说都是小事。只见他随便拽了几根藤蔓，再用村花教他的织毛衣技术，给自己编织了一双时尚又透气的拖鞋。有了拖鞋的老马，终于可以自信地在丛林里漫游。接下来，老马打算搭建一个庇护所。他相中了河边的一处洞穴，这里远离陆地，能有效避免野兽的袭击。但这洞口实在太矮，他1.85米的大高个很难坐进去。老马尝试着敲掉顶部的石板，结果毫无卵用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打造一把称手的工具，但要制作工具就必须提炼铁矿。老马先是在河边挖取了些黄泥，然后根据尺寸搭建了一个类似鼓风机的罩子，试了一下大小合适。随后他又掏空了一块石头，用来固定风机的转轴。确定没问题后，就可以将顶部全部封住，只留出一个小小的出风口就行了。接着老马又用泥巴搭建了一个火炉，将它和鼓风机连在一起，然后用粘土制作了一个壁龛，安上去之后就可以继续把火炉加高，直到变成这种类似马桶的造型。有了炉子当然还不行，老马这又开始忙活起钻木取火。他先是把石头凿了个小洞，然后将木棍穿入其中，利用树皮编制的麻绳绑在木棍的顶部，这么一拉一扯就能使其转动。接下来就差一个钻头了，只需把石头磨尖，然后掰开木头卡在里面，用绳子牢牢捆紧。很快一个最原始的钻木取火工具就做好了。老马高兴地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树叶，然后将烧着的炭火全部倒进炉子里。在鼓风机强劲的风力下，炉子里的温度瞬间就达到了1000多度。趁着炉子被烤干的功夫，老马又到河边装了一些赤泥，这种赤泥是提炼铁矿的不二之选，将它均匀地倒在炭灰和泥巴的结合物里，就能通过高温煅烧得到里面的铁矿。老马将这些泥球放在炉壁上烤干，然后继续到河里挖了一些泥巴，准备搭建一个用来烧制木炭的炉子。接着老马又去捡了些野生的木柴，整齐码放在炉子的中间，用泥巴盖住四周，只留下顶上的一个出风口。等里面的木柴全部烧着之后，赶紧将这个洞口堵住，密闭的空间会阻止有机物的挥发，从而让木头充分的碳化。2个半小时过后，就可以将里面的木炭取出来备用。将其倒进火炉里进行燃烧，从而提炼出泥球里面的铁矿。在鼓风机强劲风力的加持下，里面的泥球顿时被烧得光鲜亮丽。这时再浇上一杯过期的娃哈哈，就能从里面扒拉出一粒粒老铁了。老铁虽然不多，但在这荒野中却显得十分的宝贵。随后老马又用同样的方法开始提炼老铁。等攒够了足够的老铁之后，老马赶紧敲碎了一些木炭，将其和在粘土里，准备制作一个容器。木炭能使容器在烧制过程中不至于开裂。接着他把容器放进炉子里开始煅烧，烧至749分钟之后，容器里面的杂质全部被氧化，晾凉之后就可以拿出来用了。接着老马又继续往炉子里添加木炭，然后把老铁倒进容器里进行融化。这期间要烧掉大量的木炭，还要时刻关注里面的老铁是否健在。趁着等待的时间，老马用粘土做了个板砖的造型，然后在上面抠出一把小刀的模型。此时炉子里的老铁也开始变得躁动不安，老马小心地将其取出。这时候要迅速的浇水降温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煮火。煮火后的铁器会变得更加坚硬耐用。随后老马用他锻炼了30年的手，将这把黑不溜秋的老铁磨得锃亮。此时再给他安上一把刀柄，立马就得到了一把野生版的大砍刀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闲不住的老马又开始祸害起了老铁。很快老马就制造出了神器2件套，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小刀拉屁股。开了眼了，忙活了半天的老马肚子突然有些饿了，他决定做几个地笼来捕点小鱼。自从村花教会了他织毛衣之后，老马便把这门技术运用的炉火纯青，很快就编制出一大堆的地笼，然后顺便去河里摸了些螺丝，将它们敲碎之后裹上泥巴，一款自带螺蛳粉的饵料就做好了。
放进水里，用石头压住，只需坐等鱼儿自投罗网。不得不说，老马的野外生存能力真不逊色得也。一会儿的功夫就请来了鱼儿一家老小，接着他又用石板搭建了一个灶台，把鱼儿放上去烤熟即可。吃着酥脆的小鱼，听着耳边的鸟语花香，老马真后悔没把村花也一起带出来。等吃饱喝足之后，接下来就要开始庇护所的搭建了。老马先是找来了大量的野生木柴，木柴燃烧产生的高温能让岩石变得更加酥脆，从而轻而易举地将其敲落。很快这里的空间就扩大了不少，但往下一坐还是有些个屁股，于是他又端来一箩筐泥巴，用水浇湿后就可以把地面铺平。但想要得到平整的地基，还需要找一些东西来进行铺设。老马从河里捞了些长相正经的石板，并通过勾股定理将它们完美的组合在一起。地基算是全部弄好了，接下来就要打造一把砍树用的斧头，这完全难不倒老马。他如法炮制了前面的操作，在泥巴上刮出了一把斧头的模型，然后将烧红的铁水倒在里面，等冷却之后就可以拿去打磨开刃。此时再配上一根纯天然的木质把手，老马看了一下非常满意，便迫不及待地对着小树做实验。在老马8块腹肌的加持下，一根碗口粗的树枝就被他霍霍断了，但这远远还不够。接着老马又砍了够他踩10年缝纫机的树枝，用斧头削去表面的树皮，然后砍成4面方正的形状。要搭房子就必须先做框架。作为有着2年半经验的木工，老马随手一比划就能将尺寸精确到1毫米。接着他又将木头两端分别削去一半，以便2根木头能严丝合缝地组装在一起。看得出来他是想利用榫卯结构来固定框架，将4角对齐后，就可以在上面打孔进行加固了。这里就要用到大小合适的木销。老马试了一个还挺牢固，于是他便把材料运到了石凳，将每个角都牢牢锁死。但由于框架是木质结构，老马只能做一些木砖来堆砌墙面。只见他将树枝分成了长度相等的小段，然后去皮加工成砖头的形状，接着又在每根木砖上打下2个小孔，并把木销逐个的敲进去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就可以拿去搭建墙面了。这里一定要仔细留好每一个插销的位置，然后按照记号凿出小孔，将木砖对好，然后敲进去。接下来就是按同样的方法，把每块木砖一层一层的固定上去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十分解压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每一层的木砖都要跟下一层错开，这样搭建的墙面才会更加牢固。等两边的墙面都堆砌完之后，老马准备了一根比较长的木砖，然后将两边连接起来，下面预留的空间就可以做一扇木门。他挑了些相对细长的木棍，简单的去皮加工之后，再到上面凿出小洞，然后并排固定在2根门梁上面，把一根削尖了的木棍用来当做门轴，就可以拿去安装了。有了这个木门，老马睡觉就再也不用穿着裤衩了。接下来就是给木屋盖上瓦片。老马从河里捡了些野生的石板，利用小刀划出瓦片的形状，然后敲掉旁边多余的部分。等瓦片全部制作完之后，老马又用钻头在上面打了个小孔，这样是为了能更好的固定瓦片。好在上面凸起的岩石帮他省了不少事。等忙活了半天之后，老马的肚子也开始叫个不停。由于经常偷刷德爷的视频，
老马深知树洞里一定藏着某种天然美食，这可是高蛋白的东西。老马找遍了周围的每一棵树，最终也只有这么一小撮。既然是天然的食物，那就一定要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。老马将虫蛹放在石盘上烘烤，不需任何佐料就吃了个精光。由于盖房子费了他不少的体力，老马迫不及待地睡了过去。这将是他2个半月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次。可住在水边总有些不太方便，每次出门都会不停地打湿裤衩。老马决定在水里搭建一座跨海大桥。他先是用10年缝纫机套餐换来了一大堆原木，给原木做完全身按摩之后，再到上面均匀地打下几个小孔，然后将插销逐个地敲了进去。接下来再用这些木头做了几个横七竖八的架子，把它们全部丢进水里进行反省。由于摄影师不愿给他帮忙，老马只能利用绳子来拉住其中一个架子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住另一个。虽说困难总比办法多，但老马凭借自己9块腹肌的先天优势，将最后一个架子也顺利地装了上去。松开绳子之后，就做成了一个能抵御10级海啸的桥墩。果然是学好数理化，牛顿来了都不怕。接着他又简单的修整了一下多余的部分，然后弄来2根长木当做桥面的脊梁。等完全固定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制作铺桥用的木头。老马还是利用最原始的办法，把每根木头都安上插销，然后一根根整齐的铺装在桥面。由于担心晚上尿尿时会不小心踏空，老马决定在桥面2边都安上护栏。他先是做了几根固定护栏的立柱，然后将2根长木分别安装上去。怎么样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是不是你梦中的世外桃源呢？作为有房一族，屋里当然要准备一些家具。老马这是打算制作一个吃饭用的盘子，他用粘土和炭灰糊了一个胚子，然后把它放进火炉里进行烧制，中途的温度一定不能低于1000度，否则烧出来的盘子就不会这么清脆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就可以用来盛装美食了。为了好好犒劳自己，老马特地抓了些个头一样的小鱼，并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盘子里。小编帮他数了一下，一共有3、7、28只。这时候再点上一把炉火，将小鱼放上去，小火慢煎。很快，一盘香喷喷的烤鱼就大功告成。再撒上一把野生的辣椒酱，然后将玫瑰点缀在其中。怎么样，逼格是不是瞬间提高了很多？坐在桥上吃着烤鱼，听着耳边的虫鸣鸟叫，这样的生活是你向往的吗？好小子，你今天又赶上了！一块上古巨石被男人从底部掏空之后，竟变成足以抵御寒风暴雪的庇护所。虽然内部环境略显粗糙，但有着荒野壁炉和烤肉的加持，也能让他活着度过这个冬天。随着一场寒露降临整片大地，酷爱冒险的阿伟又来到野外寻找刺激。翻越崎岖的山路之后，一块天然巨石赫然出现在眼前。这里地势险要，视野开阔，是野外居住的首选之地。不过这低矮的空间貌似还有待于改善。阿伟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：先在巨石前面挖出一层台阶，接着去附近收集一些石块，将其铺在台阶上，形成稳固的地基，这样就能方便拓宽巨石下面的空间。此时天空也开始飘落零星的雪花，没过多久，白雪便覆盖整片山坡。阿伟就地收集了一些干柴，在没有任何保暖措施之下，这些木柴是他唯一的生存物资。只见阿伟在门前踩踏出一块平地，迅速用石头搭建了一个篝火台。有着丰富野外生存经验的他，深知钻木取火就是在博人眼球。真正的行家都是随身携带镁棒，这星星之火就是他今天的救命稻草，让他冻僵的躯体也能感受到炽热。随着挖掘工作进一步的扩展，阿伟的庇护所也显现出雏形。但想要在里面住的舒坦，野生壁炉必须优先安排。顺着画线将里面给掏空，然后在顶部打通一个小口，这便是壁炉的出烟口位置。接着再挑选一块长条形巨石，卡在两边，用来充当承重梁，从而可以放心的把烟囱进行垒高。
野外生存就要物尽其用。这些烂泥虽然扶不上墙，但只要稍微用点力，刀山火海他也得去。有了壁炉的加持，阿伟的小屋顿时充满了烟火气。考虑到头顶的巨石随时可能送自己归西，阿伟开始在两边搭建石墙。这里别的东西不多，但石头要多少有多少，而且搭建出来的墙壁不仅能防风防潮，安全这方面也是没得说。将另一边野垒砌好之后，现在就差一张睡觉用的床铺。由于地面是倾斜的形状，阿伟只能一点点的将高低凿平，然后用石头堆砌出相同的高度。而为了躺在地上更加舒适，他顺便收集了一些泥土，铺在上面就不亚于席梦思床垫。忙碌了一天，肚子早就起了炕，这燃烧的炭火正好大有用途。将野生牛肉串在削好的木签上，简简单单就可以吃上一顿烤肉。趁着等待的时间，阿伟又开始研究大门的设计方案。虽然这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但出门在外一定要有颗随时防备的心。即便这简单的设计毫无卵用，起码在心理方面也能给自己一个慰藉。不久之后，屋内顿时飘香四溢。虽然这烤肉看起来有些干巴，但吃起来也确实有些干巴，不过好歹把肚子给填满了。简单的铺上一层瑜伽垫，在温暖壁炉的加持下，阿伟被子都不用盖就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已经是下午2点半，看来这小子睡得还挺不错。煮杯热茶先给自己暖暖胃，美好的一天又即将开始。那么如果你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，你愿意去体验这种荒野独居生活吗？